婆婆在家中亲戚面前硬逼我给小叔子买婚房。我和老公现在住的房子就是我买的，现在还得附带一套，门都没有。我决心要将这一家人赶出我家。后面我发现婆婆一家人竟然有这么多事瞒着我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今天家里亲戚来吃饭，大家围坐在桌边，欢声笑语，气氛原本和谐。婆婆端起酒杯，清了清嗓子，她的眼神中闪烁着一丝得意。今天给大家讲个好消息，我的二儿子沈之贤要结婚了。家里的人纷纷表示祝贺，气氛更加热烈。然后婆婆直接看向我，声音中带有一丝挑衅。为了这个婚事，我觉得我们家应该出份子。这不，林佑决定送沈之贤一套婚房。餐厅的气氛瞬间凝固，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，期待我如何回应。我心跳加速，怒火在心中翻滚，但我努力压抑住情绪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尽量保持冷静。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。我老公沈文景坐在我旁边，他的脸色微红，他没有为我辩解，也没有看我一眼，他只是低头，一口一口地吃着饭，仿佛这桌上的事与他无关。图书馆的灯光洒在我的笔记本上，我埋头苦读，笔尖在纸上飞速舞动，留下一行行密密麻麻的字迹。那时的我总是一个人坐在图书馆的角落，直到深夜。大学时代的我总是戴着一副眼镜，穿着朴素却充满梦想的女孩。课余时间我会去做各种兼职，咖啡馆当服务员，帮别人补习。后面我学会了股票投资，只为了赚钱买房。那时的沈文景总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，他会在清晨为我买来热腾腾的早餐，放在宿舍门口，只为了让我能够有充足的精力投入到学习中。他会在我熬夜复习时，静静地坐在我身边，陪我度过那些漫漫长夜。但在钱的问题上，我们却总是无法达成一致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们为了一件小事争执起来，他觉得我在金钱上太过于计较，而我觉得他不够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努力。你总是这样，每次都要算得这么清楚。他有些不满地看着我，眼中闪过一丝失望。我看着他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我只是想要一个更好的生活，我不想要将来我们为了钱而争吵。他沉默了，没有再说话，只是默默地转过身去。那一刻，我看到了他眼中的那一抹深深的无奈和失望。我知道他并不是真的不理解我，只是在我们的世界里，总是存在着一些无法逾越的鸿沟。我和沈文景结婚时，他因为不规划用钱，导致没钱买房，但他答应我要和我一起还房贷。可每个月也不见他发钱来。我站在新家的阳台上，手里捧着一杯热茶，眼前是繁忙的市中心，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。我深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，心情愉悦，感觉生活真的很美好。正当我沉浸在这片刻的宁静时，婆婆的尖锐声音突然打破了我的宁静。这装修风格丑死了，你姥姥在的话都不会喜欢这种装修。我转身，看到婆婆正一脸不满地四处张望，仿佛这个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不合她的心意。这个地方风水不好，怎么能摆个小狗在这呢？那个颜色太刺眼，你这阳光一晃，我不得被晃瞎。这个摆设太乱。婆婆的话语如同一把尖刀，刺痛了我的心。我花了很多心思在这个家上，希望能给我们一个温馨的小窝，但婆婆的话语让我感到深深的失落。我看向沈文景，希望她能为我说句话，为我辩解一下，但她只是站在婆婆的身边，低头玩着手机。
完全忽视了我的存在。你们年轻人就是不懂，这些都是为了你们好。婆婆继续说着，声音中充满了责备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。婆婆，这是我们的家，我希望你能尊重我们的选择。婆婆看了我一眼，眼中闪过一丝不悦，然后转身离去，而我只能站在阳台上，看着她的背影，心中充满了无奈。沈文景的弟弟沈之贤从小就是个调皮捣蛋的主，在学校他总是和人打架。高中时，他因为和班上的同学大打出手，被学校开除了。婆婆看着他，心疼得不行，于是筹集了一些钱，给他开了个游戏厅。但沈之贤一点没收敛，反而更放肆。游戏厅里经常有一些不良少年混迹，打架斗殴成了日常。又是你们这里出事？警官每次来都冲着沈之贤喊，婆婆每次都急得团团转，但游戏厅还是因为种种原因被查封了。婆婆又筹钱给沈之贤开了一家足疗按摩店，起初生意还算不错，但没过多久，沈之贤因涉黄被关进了监狱。婆婆每天都去探望他，每次去看到沈之贤那消瘦的脸，她都会泪流满面。她总是希望能为沈之贤做些什么，但实际上她能做的很有限，因为那个时候对这种事情抓得还不严。沈之贤关了几年后就出来了，出来了以后，婆婆也没钱给她折腾再去开店了。沈之贤开始了游手好闲的生活，没钱了就问婆婆要到了就出去好几天不回家。婆婆也找沈文景要过钱，我知道，但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我想着毕竟是一家人，能帮就帮一点。我还偷偷给过沈文景几次钱。有一次我给婆婆提议，要不然让沈之贤试试进厂打螺丝，1个月能赚1万多呢。婆婆听了立刻反驳，你不知道心疼他我还心疼呢，那工作多累啊。我叹了口气，他现在这样不吃点苦，以后更累。婆婆对沈之贤的溺爱简直到了一个境界，哪怕自己累得半死，也不愿意让沈之贤去外面受一点点委屈。有一次，沈之贤突然消失了整整1年，婆婆只接到他的2、3个电话，每次都是说他过得很好，不用担心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带着一个女孩回家，女孩名叫赵媛，穿着一个新中式旗袍，长得很清秀，五官端正，一头乌黑的长发，淡淡的妆容，看上去就像是民国时期那个将军府上的千金。沈之贤一脸骄傲地说：“这是我女朋友赵媛。”我心里真的很纳闷，这么好的女孩怎么会看上沈之贤这种人？晚饭准备的时候，赵媛走到厨房和我聊了起来。聊天我得知她的父亲是某局的一个领导，母亲则是小学的老师。我心想，难怪这女孩这么有教养。吃饭的时候，我忍不住提醒沈之贤，你可得好好对待赵媛，别再像以前那样犯浑。婆婆立刻不高兴，说：“赵媛，你别听她的，她就是这样，嘴特别毒。我们家之贤一直都很优秀。”赵媛微笑着说：“没关系，我相信沈之贤。”饭后，婆婆把我拉到一旁，看这架势是来找我算账的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见不得你弟弟好不是？我冷笑说：“你自己清楚你儿子是什么货色。赵媛是个好女孩，我只是不想看见她栽在你儿子手里。”餐桌上的碗筷已经被收拾得七七八八，家族成员纷纷离开，只剩下我和沈文景。沈文景先是去厨房洗了手，然后径直走向卧室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他的肩膀似乎比平时更加低沉。我知道他是不想得罪婆婆，但他也不想得罪我。这种夹在中间的感觉让他显得有些无措。
我坐在沙发上，心情沉重。今天的饭局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失望。我原以为沈文景会站在我这边。不久，沈文景出现在我的面前，他看着我，眼神中充满了担忧。其实，你可以考虑一下妈的提议。他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。我看着他，你怎么想的？当时你说我付首付，我们一起还房贷，结果你付过一次吗？现在你还想让我送你弟弟一套房？他尴尬地咽了咽口水。你之前不也偷偷给过我钱帮衬他吗？这次我怒了。一样？这能一样吗？5万和500万是一个概念吗？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，立马不讲话了。我最烦的就是他这副软柿子的模样。不知道后面婆婆怎么和亲戚朋友说的。这天我刚下班回到家，家中的客厅显得格外拥挤。婆婆、三叔伯、二姨妈，还有几位我不太熟悉的亲戚，他们的脸上都带着一丝严肃。我站在对面，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压迫感。婆婆清了清嗓子，开始说话。我知道你可能不太愿意，但你也知道沈之贤现在的情况。她的话还没说完，三叔伯就接过话茬：你们年轻人总是想着自己，家里的事情都不放在心上。二姨妈也加入了进来，你看看你老公，他都不说什么，你就不能稍微让步一下吗？他的话语中带有一丝责备。就在这时，沈文景突然站起来，他的脸上带着一丝疲惫。我知道大家都是为了我们家好，林佑，我同意了。为了家庭的和谐，我们应该让步。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。我看着他，眼中充满了不解和愤怒。你同意顶什么用？你出钱啊！他低下头，没有回答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当场提出：我们离婚吧。沈文景一直不同意离婚，看来只能走法律程序了。晚上，卧室的门被推开，婆婆缓缓走了进来，她的眼角上扬，嘴角带着一丝得意的微笑。你以为离了婚就能摆脱我？她冷冷地说，声音中充满了威胁。我深吸了口气，试图平复心情。你想怎么样？她嘲讽地笑了起来，那笑声让我心里打了个寒战。你很快就会知道。第二天，当我打开门，一张红色的传票摆在眼前，我急忙拿起来看。婆婆居然指控我虐待老人，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。她为了报复，居然能编造出这样的谎言。我立刻拨通了律师的电话，声音里充满了焦急。我们得尽快准备，我不能让他得逞。律师冷静地回应：放心，证据是关键，我们会赢的。法庭的气氛异常紧张。高高的天花板下，婆婆、沈文景和我分别坐在不同的位置，空气中几乎可以切割出3股明显的敌意。婆婆的律师首先发言，她详细描述了我所谓的虐待行为。我紧紧握住双手，努力保持冷静。接着，婆婆站起来，她的眼泪滑落，声音带着哭腔。我真的没想到，我这么疼她，我把她当成亲女儿，她竟然会这样对我。我冷笑，心想这又是她的一出戏。但接下来的一幕让我完全没有准备。沈文景站了起来，他的眼神中带着一丝犹豫，但他还是说：我亲眼看到他对我妈的态度确实有些过分。我瞪大了眼睛，怒火中烧，但我咬住了嘴唇，不让自己情绪失控。我的律师冷静地反驳，他逐一指出婆婆和沈文景证词中的矛盾和不合逻辑之处。法官的眼神变得锐利，他敲响了法锤，声音低沉：由于证据不足，本庭决定暂停庭审，待进一步调查后再做裁决。婆婆败诉后，我家楼下是一片混乱。婆婆找来了一群亲戚，他们手持横幅，声嘶力竭地抗议：你这个不孝媳妇，
还你婆婆一个公道。我缓缓打开门，走下楼到他们面前，尽可能保持冷静。闹够了没？自己家的事情管好没，就来凑别人家热闹。婆婆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她没想到我会下来。她指着我，声音尖利：“你还有脸下楼来？你这个狐狸精！你折磨我，还想怎样？”我没有回应她，而是转向其他的亲戚。三叔伯，你家小姨子给你生那个孩子，三叔娘知道了没呢？二姨妈，你家女儿嫁给那个卖猪肉的屠夫以后，听说每天都挨打，真是命苦。这些都是婆婆平时喋喋不休的话题，没想到今天派上了用场。亲戚们面露尴尬，纷纷指责婆婆：“你怎么回事？这种事都跟你儿媳妇说，你脑子进水了？”婆婆的脸色变得铁青，她试图转移话题，她哭着：“哎呦，我这个不孝儿媳，不仅打我，还乱讲话。”我没有再理会她，而是从口袋里拿出手机，开始录制现场的情况，包括每一个人的脸以及他们所说的话。亲戚们见状纷纷离开，只留下婆婆一个人站在那里，愤怒又无助。我找到了沈之贤女朋友赵媛，想和她聊聊。我坐在咖啡店角落的位置，不一会儿，一个身材纤细、长发飘飘的女子走了进来。我立刻认出她，正是赵媛。她看到我，微微一笑，走了过来：“林佑姐，虽然我和沈之贤分手了，但是叫你一声姐姐，你不会介意吧？”我一脸懵：“你们分手了？”赵媛显然对我不知情，感觉不信。沈之贤没和你们说吗？我和沈之贤交往这1年一直都好好的，原本我们打算结婚的，但后来我发现他在外面欠了一大笔钱，他甚至想让我家出彩礼帮他还钱。我震惊地看着他，他为什么会欠那么多钱？赵媛叹了口气，他赌球输了很多钱。他不敢告诉家里，只能四处借钱。当我知道这一切后，我决定和他分手。我心中五味杂陈，这一家人这么着急让我买房子，应该就是这个原因吧。赵媛看着我：“林佑姐，第一次见你我就觉得你很好，本以为我们可以成为一家人，谁知道，希望我们还可以做朋友。”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：“当然可以。你是个好女孩，你值得更好的。”回家路上，我刚走到社区的小公园里，几位邻居正在长椅上聊天。我本打算径直走过，但无意中听到了自己的事。你听说了吗？他真的是太不孝了，居然不愿意帮忙家里。是啊，我也听说了，真是年轻人不懂事。我心想，肯定是我那婆婆到处乱讲，我懒得管。回到家，我决定深入调查沈之贤的债务问题。我联系了大学时代的一个朋友，他现在在银行工作，应该有门路查到。通过他，我得知沈之贤欠下的是一笔巨额高利贷，而且已经逾期很久，现在本金加利息有500万。家中的气氛压抑得几乎可以切割。我站在客厅中央，手中的文件夹里装着沈之贤欠债的所有证据。我用力地将它们摔在茶几上，文件和照片散落一地。婆婆坐在沙发上，她的脸色苍白，但眼神中却透露出一丝挑衅。她冷冷地看着我：“这是家里的事，你只需要做好你的本分。是我们家媳妇就要帮你弟弟。”我转头看向沈文景，他的眼神有些闪躲。“你知道吗？”沈文景沉默了片刻，终于点了点头。我知道，我只是不想家里再有矛盾。我感到一阵失望。所以你觉得这样的解决办法就是没有矛盾吗？我冷笑。你们一家人在我身上打的算盘真不少啊。婆婆站起身，指着我：“你不要太过分，你只是个外人。”我怒火中烧：“
那我这个外人更没资格帮你们家还钱。办公室的氛围突然变得压抑。自从婆婆向公司匿名举报后，我的工作变得异常困难，项目被取消，合作伙伴也开始疏远我。听说是你违规操作，同事走过来，半开玩笑地说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尽量保持冷静。你也信这种无中生有的事？同事耸耸肩，我不信，但你知道，这种事情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很快整个公司都知道了。我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，这明明是婆婆为了报复我而做的，但我没有证据。午休时间，我在办公室外的小花园里，看着远处的城市风景，心事重重。突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公司的 HR。你好，我们收到了一个匿名举报，说你有违规操作，我们需要你配合调查。我紧握手机，深吸了一口气。好的，我会配合。挂断电话后，我知道这场斗争才刚刚开始。那天，我在家中整理房间，婆婆的房间里堆满了各种杂物，从旧照片到各种首饰。当我整理一个旧抽屉时，一个不起眼的信封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我打开它，里面是一张支票，上面写的数额是500万。我震惊地看着这张支票，心跳加速。为什么婆婆有这么多钱，却还要我买房给沈之贤？我小心地将支票放回信封，藏好。晚上，婆婆回到家，急急忙忙地回到房间。她打开每一个抽屉，翻遍每一个角落，但那张支票似乎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到底去哪了？她嘟囔着，声音中充满了焦虑。我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拿着一本杂志，但心里明白她在找什么。我故意做出一副轻松的样子，问：在找什么呢？需要帮忙吗？她瞪了我一眼，回答：不用你管，我自己会找。我假装专心地读杂志，但嘴角勾起一丝微笑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慢慢地从杂志中夹出那张支票，晃了晃，冷冷地问：在找这个吗？婆婆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她盯着我手中的支票，嘴唇微微颤抖。那是我的，你怎么会有它？客厅的灯光打在我和婆婆的脸上，使得我们的表情更加紧张和尖锐。婆婆的眼神犹如冰刃，刺向我，而我则是火焰般的怒意。你家里藏着大把的钱，却要我掏腰包帮沈之贤。我几乎是咆哮，手指直指他的鼻尖。正当我们对峙的气氛达到顶点，门突然被猛地推开，沈之贤和沈文景踏步进来。两人显然没料到这场面，面露错愕。这是怎么了？沈文景皱眉，目光在我和婆婆之间来回移动。我冷冷地笑了笑，目光锁定沈之贤。你妈手里有500万的支票，但她宁愿看你背债，也不愿意动那笔钱。沈之贤的脸色瞬间如同被掴了一巴掌，她怒气冲冲地指着婆婆：你难道就不能帮我一次？婆婆嘴角抽了抽，坚定地反驳：那笔钱绝对不能动。沈之贤怒不可遏，一把抓起桌上的支票：好，我自己解决。话音未落，他猛地转身，冲出了家门。沈之贤走后，整整3天音讯全无。客厅里，婆婆的焦虑情绪越来越重，她的步履不停地在地板上回荡，每一步都像在我心上敲打。咚咚咚，她的脚步声几乎成了这个空旷客厅的主旋律。她突然转身，双眼如同射出2道利箭，直直地盯着我。都是你，你害得我儿子不回家。她的声音尖锐，几乎刺破了这个沉默的空间。我正想开口，门砰的一声被推开，沈之贤就那么站在门口，他的身影摇摇晃晃，他的脸上布满了伤痕，衣服破破烂烂，就像经历了一场生死大战。
婆婆的怒火瞬间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震惊和担忧。她走上前，伸手想要扶她。儿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她的声音颤抖。沈知贤猛地推开她，双眼红肿，怒火冲天。都是你！你给我的那张空头支票，让我被那帮混蛋打得半死。婆婆退后几步，脸色苍白如纸。她结巴地说：我不知道。沈知贤毫不留情地上前，狠狠地给了婆婆一个耳光。你知道我为了那张支票，被那些高利贷的混蛋怎么折磨的吗？沈文景从沙发上跳起，冲上前试图拉开他们。但沈知贤的怒火已经燃到了极点，她再次冲向婆婆，意图继续动手。我站在一边，看着这一家人的破裂。赵元的电话打断了我的思绪，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紧张。你有空吗？有些事情想和你面对面说。我选择了家附近的咖啡店，雨水轻轻打在窗户上，我选了个窗边的位置。手里的咖啡散发出一股温暖的香气。赵元走进来，他的眼神有些闪躲。他坐下后，深吸了口气，轻轻咬了咬下唇，像是在鼓励自己。那天你找我，我回家后，我爸妈告诉我一些事情。我放下手中的咖啡杯，眼神锁定他。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？赵元叹了口气。他的眼眸中闪过一丝犹豫。沈知贤他妈，他来找过我父母，他威胁说，如果我们不出钱，他就不让沈知贤离开我。我心跳加速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你是说，他想从你们家敲诈钱？赵元点点头，眼中闪过一丝怒火。没错，我父母为了摆脱他，给了他一张支票，不过是空头支票。他应该是没见过支票，所以没发觉到支票的问题，并且为了保证我的安全，我爸妈还让沈知贤的妈签了份协议，保证他不再骚扰我们。民政局的大厅里虽然人头攒动，但我仿佛置身于一个空旷的房间，四周一片寂静。沈文景和我并肩站在窗口，他的手微微颤抖，而我手里紧握着离婚协议书。他咽了咽口水，试图稳定情绪。真的要这样吗？我避开他的眼神，心跳加速，但嘴角坚定。沈文景，这是最好的选择。他长叹一声，眼中闪过一丝无奈，然后提笔在协议书上签下名字。我也毫不犹豫地签了名，递给了窗口的工作人员。正当我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，一个刺耳的声音打破了这片宁静。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轻易放弃？我转头看到婆婆已经跪在了民政局的大门前，眼泪如泉涌，她的衣服上沾满了尘土。求你再帮帮沈知贤，他快被人打死了。她的声音带着哭腔，眼中充满了绝望。我冷冷地看着她，心中五味杂陈。这是你们的所作所为，现在来求我？婆婆痛苦地看着我。我知道我们错了，但求你不要放弃他。我没有回应，只是转身迈开步子，决然地走出了民政局。医院的长廊里，昏黄的灯光下，每一步都伴随着消毒水的冷冽味道。沈知贤躺在床上，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，脸色苍白。婆婆坐在她的床边，眼神呆滞，仿佛已经失去了灵魂。听说她还不上钱，被高利贷的人打得半死。为了救她，婆婆一个人去找那些高利贷的。高利贷的说婆婆愿意跟他们所有人玩一次，就放过沈知贤。婆婆泪流满面，她颤抖地点了点头，答应了他们的恶心要求。但是那些人是不会轻易放过的，他们欺骗了婆婆，让她白白受辱。沈知贤突然间醒来，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怒火和不信任。他猛地坐起，从床头柜抽出一把匕首，迅速地刺向婆婆。婆婆的眼睛瞪得大大的，
他似乎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。你才是把我们家拖垮的元凶，你就是个累赘！沈知贤咬牙切齿地喊道。医生和护士听到动静，纷纷冲了进来，但一切都已经太迟。警方也随后赶到，他们冷冷地看着沈知贤，将他铐起。沈文景得知这一切后，他的脸色比纸还白，他选择了逃避，消失在了这个城市。我站在那栋充满回忆的房子前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找了中介，我决定将它卖掉。您真的决定了吗？中介小姐看着我，眼中带着一丝不解。是的，我需要一个新的开始。我坚定地回答。签下合同，我收拾行李，踏上了前往新城市的列车。火车上，我不断回想过去的种种，但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憧憬。新城市的空气与这里不同，仿佛连空气都带着新鲜的味道。我遇到了一个真正懂我的人，我们相互依赖，过上了幸福的日子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